嘿，我的小伙伴，很高兴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，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你们持续的帮助、分享和点赞，帮我们继续我们的使命，让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心理学。那么，开始今天的影片啦。好孩子综合症指孩子对总要表现很好、很听话，以取悦父母或其他权威人士，倍感压力，即使这意味着压抑自己的感情和欲望。对小孩来说，是不是听起来很熟？寻求认可，被贴上好孩子标签，可以满足这种愿望，但是保持良好形象的压力，可能会导致好孩子综合症，就是觉得需要被视为好人，尽管这会对自己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可能患上好孩子综合症的3个迹象，我做得好吗？想象一下，回到6岁，在厨房里，想要一块台面上刚出炉的饼干，没有简单的直接拿，而是问父母之一：我能吃块饼干吗？父母似乎对你的询问很满意，并回答说：可以，在你做完作业后，把作业拿给我，就可以吃一个了。你不顾一切的想要吃到新鲜出炉的甜点，于是赶紧完成最后一点作业，跑去问父母：我做得好吗？焦急等待父母回应时，得到父母说：再做一次，大部分都错了，怎么就不能像你哥哥那样在学校好好表现呢？可以说你没有得到你的饼干，内心五味杂陈，因为从小就寻求外部认可是很自然的，父母、监护人和老师的认可对健康成长至关重要，但成年后依赖这些认可可能是毁灭性的。比如，好孩子长大后可能依赖于别人的认可，而无法发展自己的思想和想法。渴望外界的认可并不一定是坏事，可以是让人放心的、肯定的和积极的，但当成为一个人行动的焦点时，这可能是缺乏自我肯定的迹象。根据有资质的心理治疗师雪莉·加巴的说法，首先是要学会识别出自己什么时候在寻找外部来源的认可，通过意识到这种行为，可以选择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来打破这个循环，并学会从内心寻求认可。所以在问别人我做得好吗之前，想想为什么需要他们的认可，并提醒自己不应该依赖于别人认可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很有帮助，就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吧。继续下一点，我会努力让你爱我。开始一段新的恋情，找到了一个自己认为完美的人，但是当这个完美的人没有给你所渴望的爱和感情时，你承诺会为他们的爱而努力。为什么呢？亲生父母暗示，这种心态通常是在童年时期，当孩子面临父母的情感忽视时形成的。根据该杂志的说法，好孩子学会努力工作，以保持父母的爱和感情，并且很早就知道不良行为、情绪爆发和激动只会换来父母的反对。心理学家戈登·纽福尔德称这种相互依赖的动态为饼干模具，指的是当孩子把自己切割成一种形状时，父母不仅能看到可接受的一面，而所有负面或重大的情绪，如愤怒、沮丧、嫉妒和失望，都被留在了饼干之外。他们学会了为别人而改变，为了爱和感情而努力工作，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。在现实中，不需要努力去被爱，因为爱不是交易。正如莎士比亚所说，爱情之路永远不会一帆风顺，没有一段恋情是完美的，但如果伴侣让你相信你需要努力来赢得他们的爱，那么这个问题需要找亲密朋友或有资质的专业人士解决了。你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你正在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，你的父母需要你过去安装他们的新电视，你试着告诉他们你没有时间，也不知道怎么安，但他们一再坚持。你决定把任务放一边，跑到他们家里。当你不知道如何安装他们的新电视时，父母是否明显对你感到沮丧或失望？你会感到一阵内疚吗？一个被培养成好人的成年人可能缺乏界限，服从他人的要求，这往往导致他们会忍受伴侣、同事、父母或所谓的朋友的身体和情感虐待。根据团队拯救者网站的说法，好孩子的危险，或者有些人称之为完美孩子综合症时，孩子们学会了压抑真实的自我情绪，并对父母隐瞒秘密。他们经常比其他孩子受到更多的虐待，而且很难为自己挺身而出。因为好孩子从小就被教导要听话和顺从，他们通常会做任何让他们做的事，即使这意味着要放弃自己认为重要的事。他们长大后缺乏健康的界限，正如诗人、兼具作家奥斯卡·
怀尔德温说的，让孩子变好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快乐。你值得拥有幸福。记住，做个好人并不是忽视自己或无视自己的坏情绪，没有人能每天做24小时的好人。当你发自内心的表达愤怒、嫉妒或失望时，没什么可耻的。没人能对自己的情绪免疫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有教育意义，请点赞并分享给更多小伙伴，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随时收到我们的上新通知。下支影片不见不散，记住，你很重要。